特朗普与习近平在釜山会面，会后特朗普兴奋地说，满分10分我会给12分，关税从57%降到47%。打开新闻，到处都在讲贸易战结束，但我要告诉你3个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真相。第一，特朗普为什么给这次会面12分？第二，中国用什么策略逼得美国让步？第三，这次的停火是真的和平还是缓兵之计？中概股到底是机会还是陷阱？看完这条影片，你会学到如何看穿新闻背后的真相，如何找到被错杀的机会，以及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如何保护你的资产。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次所谓的停火协议。表面上看，美国确实做出了一些让步。根据报道，美方不仅将备受争议的芬太尼关税从20%降到了10%，还同意暂停在今年4月开始加征的24%对等关税1年。这直接导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从之前剑拔弩张的57%回落到了47%。很多媒体和分析师立刻跳出来说，这是特朗普的让步，是贸易战的降温。但真的是这样吗？我用了一句话来总结这次的谈判 ：Taco 加内耗打了一场无功而返的战役，贪小失大。什么是 Taco？ 特朗普总是退缩，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现在华尔街对他的评价。为什么？因为特朗普团队内部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在这场关税战中充满了内耗和矛盾。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强硬地举起关税大棒，想逼中国就范；但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在10月30日以51票对47票的结果通过决议，否决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虽然这个决议因为众议院的阻挠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但它清楚地表明，就连共和党内部都有不少人对这场贸易战感到不安。因为关税是双面刃，它伤害中国的同时，也在伤害美国自己的农业和制造业。更有趣的是，这场关税战的合法性本身就存在巨大的争议。特朗普绕过国会，援引了1977年的国际经济权利法，宣称贸易逆差是国家紧急状态，但这个说法已经被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先后裁定为违法。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打到了最高法院，预计11月5日就要开庭辩论。特朗普自己都说，这可能是美国史上最重要的诉讼，所以这场仗特朗普打得并不轻松。他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压力、司法挑战，还有实实在在的经济代价。这次的关税下调更像是一种迫于压力的策略性暂停，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善意和解。这就像第2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假战，当时英法虽然已经对德宣战，但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西线战场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军事行动，大家都在观望，等待积蓄力量。现在的中美关系就处于这样一个假战阶段，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那么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中国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从今年2月以来，中美之间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关税交锋。中国的不怕双输策略非常明确，你打一拳我踢一脚，绝不退缩。从2月4日，美国以芬太尼为由，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开始，中国几乎在同一时间就宣布了反制措施，你加我也加，你升级我也升级，整个过程就像一场精准计算的博弈。美国的关税从10%一路加到20%、54%、84%，最高甚至达到了145%的惊人数字。而中国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的把美国商品的关税从10%提升到125%。从纯粹的谈判策略来看，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博弈论案例。在谈判桌上，如果你一开始就退让，对方就会知道你的底线，然后步步紧逼。但如果你表现出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的决心，就能把对方重新拉回到谈判桌上。这不是什么东方智慧，这是普世通用的谈判技巧。
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在经历了长达半年的激烈对抗后，双方终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谈判中达成初步共识，最终促成了这次的关税下调。但我们必须清楚，这种双输的策略代价非常惨烈，杀敌1000，自损800。中国的出口受到打击，美国的农民和制造业也在叫苦。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在国内面临巨大压力，也是为什么双方最终还是选择了坐下来谈。从投资者的角度，我们需要理解的是，这种互相伤害的博弈短期内可能会继续发生，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都在为自己争取更好的谈判位置。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常态。好了，既然双方坐下来谈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切都过去了呢？在我看来，现在只是缓兵之计，双方都清楚长期脱钩在所难免。这次的停火本质上是一个战术性的妥协，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美矛盾的根源从来就不只是贸易逆差那点事，贸易战只是表象。真正的核心是什么？是各国对美元霸权体系的信心正在动摇。各国央行这几年一直在买黄金，一直在推动去美元化。这不是说要挑战谁，而是大家开始不相信美元这个世界货币还能不能稳定下去。美国国债已经突破38万亿美元，这个雪球越滚越大。当大家都担心美元会不会崩溃的时候，这就是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在这次谈判的同一时期，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值得警惕的信号。普京宣称成功测试核鱼雷，特朗普下令恢复核试，这是美国33年来的首次。他自己说不能落后中俄等国，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层面，延伸到了军事、科技、金融等所有领域。这是一场全方位的较量。在这种大背景下，指望一次谈判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可以说是天方夜谭。这次的关税下调更像是为特朗普争取国内政治空间的一个策略，他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和股市来巩固他的政治基础，而对中国来说也需要时间来消化内部压力，调整经济结构，为下一阶段的竞争做准备。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关系的冬天还远远没有过去，现在可能只是冬日里一个短暂的晴天，看起来温暖，但寒流随时可能再次来袭。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黄金仍然是我们资产配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黄金的几大利好因素依然存在。第一，中美关税战持续，虽然目前暂缓，但长期来看，这个最大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第二，美联储降息，降息通道已经打开，美元的长期弱势对黄金是直接利好。第三，美债或美国政府信用危机，美国国债已经突破38万亿美元，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政府的信用正在被慢慢侵蚀。第四，央行买金和去美元化，这两个趋势，我认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停止。所有这些因素都指向一个结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黄金作为最终的避险资产，它的价值只会愈发凸显。短期的价格波动改变不了它长期的上升趋势。讲了这么多宏观的大趋势，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投资上来。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我们的机会在哪里？让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10月10号，特朗普突然宣布将从11月1号起对中国商品加征100%关税，市场立刻陷入恐慌。当天美股4大指数全面重挫，费半指数暴跌超过6%，纳指下跌超过2%，创下4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VIX 恐慌指数在短短几小时内暴涨超过30%，从16点一路飙升到21.66点，时隔2个多月重新站上21点以上。但是到了10月30号，中美釜山会面后，虽然特朗普给会谈打了12分，但市场反应却非常谨慎，美股、港股、A 股都没有反应，因为市场觉得这次的协议缺乏细节，未达预期，担心只是短期缓和，长期问题并没有解决。市场对中美关税战的反应出现了一种不对称，坏消息一出立刻暴跌，但好消息出来，市场却非常谨慎。为什么会跌得快涨得慢？
因为市场已经学聪明了，他们知道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任何好消息都可能只是暂时的，但坏消息却可能是真的恶化。加上特朗普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总统，所以市场对风险的反应远远大于对机会的反应。这对我们投资者来说是挑战，也是机会。挑战在于，在这种跌得快、涨得慢的市场里，你很难透过短线操作赚钱。你可能刚买进去，一个坏消息就让你立刻亏钱。而机会在哪里？机会就在于那些被市场错杀的资产。当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什么资产被错杀的最严重？答案是中概股。代表中国海外互联网企业的 KWEB 指数，从2021年起到现在跌了57%。很多优质的中国公司，仅仅因为他们的中国身份，就被华尔街的投资者们恐慌性的抛售，股价被严重低估。但是风水轮流转，进入2025年，情况发生了逆转，中概股指数年内涨了超过100%，跑赢了沪深300和港股恒生指数。这说明聪明的资金已经开始重新审视中概股的价值。他们意识到政治的归政治，商业的归商业，一家公司的长期价值最终还是取决于它的基本面，而不是它的国籍。当然，我不是在这里鼓励大家马上去买中概股，恰恰相反，我认为投资中概股需要比投资任何其他市场的股票都更加专业的知识和更强大的心态，因为它面临的是基本面和情绪面的双重夹击。在我的10倍股3阶段框架里，很多现在处于困境中的中概股其实就非常符合第1阶段被市场错杀看漏的特征。他们可能因为一条负面新闻、一个政策打压，或者仅仅是市场的偏见，导致股价被严重低估。这恰恰是我们逆向投资者最有价值的买入阶段。但是如何去判断一家公司是真的被错杀，还是一个无底的价值陷阱？如何去评估地缘政治风险对公司业务的实质影响？如何在市场恐慌的时候保持内心的平静和理性的分析？这些问题都不是看1-2条影片、读几篇新闻就能完全掌握的，它需要一个系统性的框架。在我的 GMT 课程里，我不会给你推荐股票号码，因为我一直相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会把我过去30多年的投资经验浓缩成一套完整的可复制的投资体系，教你如何从宏观的政治经济趋势中发现结构性的投资机会，教你如何像一个生意人一样去分析一家公司的真正价值，教你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建立强大的投资心态。投资可能会带来丰厚回报，但是为自己的大脑投资才是回报率最高的一笔投资。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市场中建立起属于你自己的护城河，如果你不想再为市场的短期波动而焦虑，那么我邀请你点击资讯栏的链接了解更多。好了，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学到了几个重点。第一，中美关税战的停火只是一个缓兵之计，它背后的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长期的脱钩趋势在所难免，我们必须为一个更加动荡和不确定的世界做好准备。第二，中国的不怕双输策略成功的顶住了美国的压力，这场博弈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的战略定力和韧性。第三，市场正在逐渐习惯新常态，但我们不能麻木。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我们要保持警惕；在别人恐惧的时候，我们要敢于去寻找被错杀的机会。第四，中概股当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可能会被错杀，但投资他们需要极高的专业能力和强大的心态。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最大的风险不是市场的波动，而是不懂得如何应对。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认知，你才能看清迷雾背后的真相，抓住别人看不到的机会。希望今天的影片能对你有所启发。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因为我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给你听，让你更容易的吸收。我们下条影片再见。